3、2、1 ，Go！6点40分，可是这个不是雾来的哦，是这边喷蚊油。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来 POV Test Drive 试驾系列啦。我身后面呢有一辆2025的 Proton X70，没有错啦。之前在我这个频道呢，其实有做过 walk around review， 也有在他们的私人 track 里面做过测试，但是我觉得不够，因为其实在 track 跟马路上的测试有差别的嘛，对不对？那这次呢接回来试驾1个礼拜，除了改了外观和一点点的内饰之外呢，到底它驾驶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试驾了这几天下来，有一点心得啦。关于它的 walk around review 呢，你们可以点击我的右上角去看那个比较详细一点。这个影片就会带过来，主要就是要试驾体验嘛。好了，各位，这个就是改头换脸的一个 X70啊，但是只是头而已啊，后面就跟之前差不多，只是换了一个bumper一点点东西。在我这个频道有试驾过的 X70不少啦，刚刚推出的时候是6AT 啦，然后后来换上了一个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也是1.8公升，之后还推出了一个1.5公升的，也接回来试驾1个礼拜了。在我身前面这辆就是一个 Premium X 的啦，就是有全景天窗的。当然它钥匙呢也是有做出改变的，之前是瘦长的哈，那这个是跟 Proton X70 Sedan X50长得是一模一样的。那这里还有磨砂这样的材质哦，摸下去非常的舒服啊，很好看。这辆车呢，它有一个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之外，只要你钥匙呢靠在这辆车的后面，你站在后面大概是几秒钟，方向灯它就会闪。OK， 它就会打开后备箱了。我个人觉得只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比较高，所以如果你要抬什么行李箱啊，你的高度就是这么高。如果再做矮一点点的话，就非常好不过了哈。Yes。bumper 有点不一样，钢琴烤漆，它的diffuser有点不一样，这里还有排气管啊。这个车的悬挂是前面麦花臣，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设置啦，跟之前有稍微提升了一点点的操控。只要我靠近啊，你看到吗？它的灯就会亮着了。只要我的钥匙靠近这辆车 ，OK， 它的日行灯就会亮起了。那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当我再靠近这辆车之后，它就会解锁了。你看 side mirror 就会自动打开。只要我离开这辆车 ，Alright， 这个功能也可以在它的主机系统里面打开和关闭的哈，这个非常的好用。所以我的钥匙是不用拔出来的。虽然这辆车呢，它的车门有无钥匙进入的按钮，就在这边，双门都有。车头灯还会跳舞哦，之前我有试驾过 Proton 的 X90一样，只要你解锁这辆车，看到吗？那个灯，Welcome Light Man， 这样才有一个远程操控，只要你按上这个锁一下，这个按一个大概几秒钟。非常的好用，按10次里面呢有10次都会中的。它的操控蛮远一下，如果是以之前我驾过同等级的 Chery Tiggo 7 Pro， 可能稍微远一点，可能在那边远一点就不行了哈。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说实话，这个头灯真的是非常好看的，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前脸啊。之前这个引擎盖是没有2个凸起来这个的，是平的以前，所以这个长得比较好看啦。对我来讲，后座那些我应该不用多说了吧？大家给你们看一下，后面这里是没有气氛灯的哈。就这辆车说是有气氛灯，它的气氛灯只有配备在前面这个 dashboard 这边，可以换很多种颜色。我知道，坐进来踩一下刹车就可以了啊。之前的 X70呢，它的主机在里面没有，我觉得那个会比较好看啊。老实说，而且这一种呢，长得像 aftermarket 外面装出来，老实讲啦，因为它是浮出来的嘛。不过也不是说不好看，至少现在的 X70呢，已经开始有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啦。据说是 X90会拿到啦，车主们期待啦。用起来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的 ，OK。这里面还有一系列的设置啊 ，Rear View Mirror， 当你锁的时候，它就自动收叠，雨刷它的速度啊，然后它的门锁啊 ，Walk Away Lock 啊，全部都可以在这边啊。Follow Me Home 30秒就够了啊。Cockpit 这边有 Sound，OK。这辆车的喇叭虽然以前是叫 Kenwood 啊，现在也没有讲有 Kenwood 了，只是换上一个 Proton logo， 可是它的音质是跟之前一样的，需要再改。如果你买了车的朋友呢，对音响有要求的话，这辆车不会满足到你。我如果调过 Equalizer 啊，自己调的都真的很不满足了。方向盘呢，这里有多了一个 Custom Key 哈，你可以把这个星星的按钮呢换成你想要的这个模式，但是很可惜只有3种选择，它不像 Chery 这样的，它可以比较灵活一点，你要什么都可以。那我把它开成360了，只要我按上这个 button 之后啊，它就会打开我的360了哈。这个360之前 X70一推出的时候呢，在市面上这个价位是可以算是最好的吧，还有3D 显示，看 OK 啦 ，Ambient Light 在这边，你可以调你要的颜色啦，你可以跟着音乐的跳动或者是呼吸，呼吸，看到吗？Multi Color 这个就一直在换颜色。可是它的速度有点快哦，我如果可以调速度的话比较好。来到这个 ADAS 系统呢，其实我更喜欢这个 Proton 的界面，它其实分得非常清楚。你可以打开关闭这个 Traffic Side Information， 它就会在仪表这边读上这个限速多少啊，或者是有任何的建筑工程，它都会在这边显示。来到这个 Rear Side Radar Sensor， 就是当我退后的时候呢，如果有车来，它会响。而且这个 Rear Collision Warning 呢，其实蛮得意的，就是如果当你在开的车后面有一辆车飞着过来，它感应到，它就会打开双向灯这样子，很快那种闪，或者是有摩托车飞着过来，它也会操作。AEB 自动刹车系统，你可以调 Low、Medium 或 High， 这个是我在停着下来车的时候才可以调的。Cruise Control Function 呢，它有分 ICC 跟 ACC 啦。ICC 呢，它可以让这辆车停完下来，然后再继续跟着车塞车，那些都可以用。ACC 就不能了。那这次的 Update 呢，就多了一个 button， 按了之后呢，你看它可以打开一个小小的界面，让你调这个空调，下面拉上来座椅的冷气通风啊，2张座椅都有。这些里面就不需要多说啊 ，Spotify 那些只要我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就可以了。之前的 X70 呢，就是这里有一个 Unlock button， 按了按，拉下来2下就会去到 D 嘛，就好像 BMW 的操作一样。然后 P 是在这边嘛，可是换上了这个现在 Proton 的家族的档挂，就是跟 S70 Sedan 还有 X90 是一样的，你必须要踩刹车，然后拉下来2下就是 D。R 的话呢，推上去2下就会去到 R。当在低档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动模式。这里是减，这里是加，操作上来可能有一点反人类啦，可是用习惯了其实是蛮顺手一下。如果你去到手动模式要返回去 D 的话呢，你就拉下来去到 D 就可以了。很多人看得不懂，可是它操作就是这么简单。这个 P Parking 自动手刹，这里就是驾驶模式了，跟之前一样就对了啦。之前的这个 X70 的仪表啊，更换驾驶模式之后，它会更换它的主题的，它的转速表是在这一边的，所以它会显示1、2、3、4啊，这样子我觉得是蛮好看的。可是现在换上了这一个，就没有得看1、2、3、4，它只有得看这种数字。那这个 RPM 就在这边，你看我猜啊。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仪表，再不然就是它把 S70 Sedan 或者 X90那副仪表带过来更加的好，因为它的转速表虽然没有1、2、3、4，但是还有的给你更换3种模式。这一个呢就真的没有模式给你更换了，你不管是切到 Eco 或者 Sport， 只有看到这一边下面有一个小小个红色的就是 Sport， 蓝色有一个叶子的就是 Eco。如果关掉的话是没有任何的 logo 的。你要更换这个中间显示的话呢，你就要按这个，然后可以滑左右。这个就是 Settings， 这边呢你可以看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System， 我是跟着驾驶模式啦，不然的话你可以更换 Sport 或者 Comfort 的。这个是 Volume Signal 的大小声，让我打一下，这是 Medium， 是 Low。所以 High 的话 OK 啦，之前的 X90 是比较大声，这个 OK。Unit 这边你可以更换你的 Temperature， 我习惯看摄氏度啦，不是 Fahrenheit 啊。Pressure 这边看 PSI、Mileage and Fuel， 我习惯看 km per liter 的哈。Vehicle Status 啊，你可以看看你的瞬间油耗啊，打满油到现在用了大概2个，走了173 km， 平均油耗为 9.5 km per liter， 其实这个油耗已经算不错了。之前的 X70 呢就比较够力一点了，我觉得比较耗油。这次的 Proton X70 提升了一个4%的油耗。上一桶尤其是我没有走到完呢，我走了236公里，然后我的平均油耗为 9.5 km per liter， 这是电脑显示啦，就是在城市里面驾驶。然后我添个油添了57.83块，大概是28.2 liter 的这个油，所以如果用236.5 km 除以28.2 liter 的话呢，我得到的油耗是8.1 km per liter 左右，这是真实油耗。所以对我来讲是
OK， 给一个 C segment 的 SUV 是比较偏耗油少许的，可是是蛮正常的，因为我家的 Camry 啊 D segment 啊，可能会比它省油一点点，因为没有 turbo， 这辆车很爽啊，有 turbo， 所以你一直踩一直踩，一样啊，拉2下呀，拉2下之后呢，它就不用在这边找拉杆了。所以这辆车的引擎跟之前一样，是一具1.5公升的涡轮增压3缸的引擎，它可以产生177 PS， 还有255个牛顿米，从1500转到4000转的时候产生最高扭力。这辆车是 Dual Wheel Drive 前驱车啦，然后配搭着一个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这辆车的 tuning 有 tune 过，真的很明显 tune 过，而且它的这个隔音也变好了的。据说它的 Echo Compressor 也用了比较安静的，对于它的车子的这个噪音有比较好了的，包括还有做一些隔音板啊。我们去试驾吧 ，Let's go。基本上就是不用拉那个自动手刹了，不用了哈，电子手刹不需要。只要你拨上 D， 它就会自动解除了。2025的 Proton X70啊，你会注意到，当我在起步的时候，虽然这辆车有 Auto Hold，OK， 你看现在我松开这个刹车，我只要点一点点油门，一点点，不需要太多。当它起步的很顺啊，真的很顺。当它起了步之后，你才来慢慢把这个油门下，而且你不要一下子踩大油门。如果你像我这样哈，一踩大油门 ，OK， 因为它正在把这个离合器松开的这个动作，它松开的比较慢，因为这个是Proton的一种调教来的。它为了顺的话，它把它调教成这个离合器松开，慢慢的松开，就好像刚刚你去学了驾美诺车这样子，是不是？你怕死火 ，OK， 你把这个离合器慢慢的放，这样子，因为它为了舒服的关系，所以你不可以这么快把油门真踩下去，你不要一下子这样子，然后你就觉得它起步慢，而且离合器放得慢啊，这是为了舒适啦。这辆车 X70的这个定位啊，它不是主打 Sport， 而是主打舒适啊。所以不管是油门调教的好，变速箱的调教，跟它这个避震的调教呢，都是偏舒适的。当然，我不是说这样整辆车像驾船这样软啊。这辆车呢，其实它的后悬挂呢，它其实软中带刚的。对，当我载我父母的时候，他会说，这辆车在高速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点跳？ OK， 它其实不是算很跳了，其实它的这个调教会，我可以讲是 spring in absorb 软的那种感觉，你懂吗？当然它会是有一点左右浮动这样子，不会太严重了啦。之前那个 X70哦，是真的，我觉得好像有点类似像驾船这样，有点软。1档换2档，2档换3档，真的是2个字丝滑。之前我驾这个 Chery 的 Tiggo 7 Pro 啊，还有 J-Cool 的 J7， 他们也是双离合。 可是我们双离合的调教呢，就也是偏舒适的。但是当在换挡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它会有换挡的那一种少许的。其实 DCT 换挡不应该有这种感觉的。但是在这辆 X70上面呢，是真的很顺哦，你几乎感觉不到它有在换挡。你除了听到这个引擎的声音之外，还有这个转速，就这样子看哦。Let's go， 你看起步的时候，1档、2档。 而且它的2档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少许的这个动作，为了顺啊，它也是有一点点类似像慢慢的把离合器松开那种感觉。等到真的很顺了，它再把它一下子松完这样子，慢慢的松完。OK， 先说一下这辆车的优点呢。2025的 X70呢，上面它有做出几个小提升。第一点就是它的平均油耗。 那这辆车的油耗呢，是我觉得还 OK 啦，因为for一个 C segment 的 SUV 呢，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油门啊这些的这个驾驶感受了，我觉得真的是蛮好驾，真的很舒服驾嘞。你看它换挡啊，看它转速，你看它的换挡的速度是不是跟Sedan 70的那个差不多了嘞？所以之前的 X70是做不到这样的，现在经过调教之后是非常的 good job 了。 然后现在你看我走到83 km/h 呢，它还是在6档，它很难上到第7档，除非你走了大概95 km/h 左右，转速有足够了2000，它才肯进到第7档。你看它现在还不进哦，看到吗？还没有进。来喽，进档，终于肯了。现在我是用的 normal mode 嘛，除非你用这 eco 咯，我现在换到 eco 里，它比较肯，要升档。 OK， 所以很快就进到7号档。Eco 跟 Normal 加起来的感受呢，就是有明显的啦。Eco Mode 的话，这辆车不太愿意去。可是呢，如果你想要真的是想要顺驾驶的话，速度不想要这么快，想要它省油的话，其实 Eco Mode 是 OK 的。可是我觉得它没有省多少啦。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舒服驾、听歌、跟家人聊天，其实 Eco Mode 其实 OK 的，舒服的。
那如果你换到去 Sport， 它真的会把转速提高啊，可是它不会提到太高啦。再来呢，这个好处，这辆车的这个隔音真的是提升了很多，尤其是在胎噪上面呢。如果你在同等级竞争对手里面哦，他们的胎噪都是相当高的，反正这辆车胎噪没有很高。你要记得，这辆车是用这 Continental UC6啊，其实 UC6 的抓地力也不错，而且它噪音也是比一般上那些街胎来的吵一点点。可是在这辆车的这个胎噪是很 OK 的，完全在这个等级里面，我觉得是蛮顶一下的。风噪这边我跑了140、150的话，都比之前还要好啊，没有这么多风声的这个地方。等下我们上高浪的话再试一下 ，OK。再来的优点就是我觉得这辆车的前脸真的是相当好看。当我驾这辆车出去喝茶还是吃饭的时候呢，很多上了年纪的安哥都会很欣赏这个外表，这个前脸。可是缺点来了，就是后面没有改。我觉得如果改一下，补回一下车头的话是比较好一点的。再来就是这辆车的视野真的是非常的好，你会看到这个大镜非常的大，有没有？尤其是旁边的这一个镜子也是很大，左边这个镜子也是很大，所以它的盲点几乎是没有什么的，真的。所以我驾起来这几天呢，我是非常的安心。如果是同等级的话，可能窗口再小一点，虽然这辆车会长得好看啊，窗口小一点就是换成了你驾车会盲点多了一点点这样子，所以这辆车视野是真的是very 的 good job。那还有就是 ACC 跟车啦，我把这个按一下，然后我按 set。OK， 你看啊，这辆车我在踩油的时候在 ACC 跟车有没有？它会开 NOS 的这辆车。OK， 我再踩，你看更多开 NOS 看到吗 ？OK， 我去练中间试一下哈。这辆车的这个跟车距离我调到最你看有车来咬，它开始踩背咬，看到吧？哇，蛮重一下踩到。OK， 所以我把这辆车的定速巡航开在100吧。你看到吗？这辆车有 ICC 自动跟车。那如果在时速没有记错是50以下吧，它这个 Lane Keep Assist 是没有操作的，所以呢，它就会跟着前面的这个车来跟着走还是右，所以首先前面的车不要怪懒 ，OK， 一定要跟着 Lane 中间，要不然它会不知道跟到哪里去。OK， 再来就是，你看当这辆车没有这个路上没有这个线的时候呢，它就会跟着前面了的啦。所以当有线的话，你看它就会回到来，但是首选应该是R6要50 km 把握以上，那这样子我再把这个跟车距离调得近一点，要不然太远了啊。所以你看是非常的好的，有没有？我对这个方向盘的摆动是没有疑问的，是非常的 good。它不会一下子左一下子右，不像乒乓球，而且是 keep 在非常的中间啊。但是有时候这种功能哦，觉得做的太着急啊。如果有车一下子插进来的话，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它不需要踩刹车，只需要松开油门就好。但是他们却做出了刹车这个举动。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电脑的话，还是电脑它不像人，你知道吗？还是人的话的这个举动会好一点，更加的舒服。在城市里面驾的话，无可否认有时候是的确蛮实用的。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需要打，或者是很重要的信息需要回复一下。那当然我不鼓励你们用这一个功能是为了按电话这样子啦，不是啦，是说真的很需要的时候，它可以帮到你。那说了这么多优点，我先来说一下我个人觉得可以再提升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呢，这辆车虽然它有丰富的这个安全配备，有 ADAS Level 2啊等等的都有，毫无疑问它安全性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可能你会吐槽它这个盲点侦测呢，现在的很多车都是把它放在镜子那边，我个人认为放在这边反而的好处更好嘞。虽然这个比较旧了一点呢，我看得更加清楚，它的灯是很明显，而且操作上来是真的很准哦。后面有车来啊，它都可以很准确侦测得到。可是我觉得放在这边更加的显眼，如果放在镜子那边，有可能因为后面的车的关系，车颜色还是怎么样，会影响到你看到那个灯。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坏事。虽然是比较老了一点你吐槽它老了一点没有关系。然后再来就是这辆车的内饰呢，毕竟已经有超过5、6年了，所以它只是做了一点小提升，比如说换了一个唱机啊，加了一点 MLI， 就这样子而已啦。如果以市面上这几年的很多中国的汽车品牌打入马来西亚，在120多线的这种选择130之前你可以选择 Cherry Tiggo 7 Pro 你可能觉得 Cherry Tiggo 7 Pro 的内饰更加的好看，它比较符合现代的这个人的需求大荧幕大仪表有 wireless charging 无线充电50 W team， 对不对？给到你这个配置更好。这辆车没有，这辆车你要一个无线充电都没有，
给一个 Type C 啊，都要放在左边。右边这边呢，只是给一个 USB 插槽，没有顾虑过我的这个驾驶员的感受，对吧？是时候来做一个大改款了，这个 X70哈。然后再来你会看到它的界面呢，有时候明明我要显示这个综合油耗还有平均油耗的这个显示，可是有时候因为我的音乐切换的关系，它会弹出音乐，而且它会把我的音乐，而且还会盖掉我之前的那个瞬间油耗的显示，我还要再按多一次这个 trip， 它才有，再不然就是可能要按这个。我觉得有点麻烦这个东西。如果是你的音乐切换不影响到我这一个显示的话，会更加的好。包括有时候呢，我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可能切的车比较有点距离，可能1辆车距离的话，它还是会弹出一个提示，叫我不要太靠近前面的车辆。那个小提示呢，还是会挡着我现在的显示。这个就是我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反而像神丹70啊跟 X90的这个显示会更加的好啦。你看它会分开。我的爸爸妈妈说后面的这个悬挂可能有点少许的跳之外，可是对于空间来讲，他们是非常的满意的。而且它的座椅的倾斜角度可以调2个 step。在后面，所以我调的比较斜一点点，他们做的会更加的舒适啦。OK， 我们切换到 Sport 这辆车，你瞬间可以看到转速提升到2000多转，油门的这个响应也是比较干脆了的，没有这么懒散了的。这辆车经过调教之后，就算我不放在 Sport 了，它的这个油门的这个反应也是好很多的，比起之前。可是如果你学我这样子踩，你可以看到5个 km/L 的油耗，你会担心了一下下吗？然后我要偷偷做一点 launch 啊，各位。3、2、1 ，Go！其实这辆车我还没有真正做过它的 Box Speed 的测试哈，踩完，够了。其实这辆车优势是在于低转哦，所以日常生活驾的时候，我发现它的特点就是哦，它在1500到2000转左右吧，大概2000转，你会觉得这辆车开起来非常舒服哦。它的扭力在这个2000转的话都非常的饱满，所以不需要太高转，这辆车已经足够推动一个1.8吨的这辆车行驶这120 km/h， 它的风噪是的确比之前好了一点。我们再把它加速到140，听一下吧，好不好？开始了，有一点风声了，在这边打了声音了。来了。150就开始，这里会有风声了，可是相对来说之前有好，比之前好就对了啦。我陷进你的骗想，会让我觉得有点丧，避开你流露出锋芒，别跟我斤斤计较，算纠缠。这辆车的操控其实一点都不差的嘛，虽然后悬吊比较偏软了一点啊，侧倾也比较大了一点，可是它的屁股是很听话的。我想去哪里，它就跟着做那个举动这样子。看到吗？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仪表上面明显的显示着这个 Instant Fuel Consumption， 可是你看，它就已经弹出那个音乐给我，我需要再按多这个 trip， 它才回去刚刚我那个瞬间油耗。这辆车如果你想要把它加到省油哦，真的是要很轻脚，我做不到这样子啦，我会蛮重脚一下，算是啦，但是不是每次都是全油门下。你听到这个滴滴滴的声音，其实是这个左边，我的脚一直在靠着这个 plastic， 看我的脚，可是它不是松动的啊，只是刚好在那个部分。
所以呢，各位，我们就试驾到来三角这边啊 ，X70。虽然在我这个频道有做过不少啊，你们认同刚刚我讲的所有的东西吗？如果你们认同的话，在下面留言，或者是说入了什么，你们不妨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一下，或者是有车主哦，你们已经拿了车了，有什么东西要分享的，也可以分享一下啦，各位哈。OK， 那我们就到三角啦，很快的 X70就冲上云霄了呗，好吧。Alright guys， 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们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冲上云霄再见啦 ，Goodbye。